在我手上就是刚刚发布的华为 Pulo 80 Ultra， 我手上这款颜色是流光金，说实话还是挺漂亮的。我们在不同的光线的折射下，它可以给你这种不同的这种流光的感觉啊，而且带一点点镜面，我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大概的一个样子，但肯定没有镜子那么清晰啊。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被它的这个摄像头模组所吸引住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摄像头模组真的非常大，比上一代的这个 Pulo 70 Ultra 要大很多啊。它几乎已经快顶到这边了，还剩一点点。我感觉它整个模组的宽度占到了手机宽度的至少有4/5吧。而且这3颗镜片里面，它隐藏了5颗摄像头。我给大家数一数啊，首先是上面的这一颗，它是超广角镜头；下面这一颗是1英寸大里的超动态范围的主摄。这个镜片里面有3颗镜头，首先是一颗很小的这个红枫原色摄像头，然后这里面有2颗啊，我们给个特写看一下，这里面有2颗长焦镜头。这颗大一点的呢，就是3.7倍的这个长焦镜头，这颗小一点的就是9.4倍的长焦镜头，而且这都是光学长焦啊。下面这颗小的是一颗红枫原色摄像头，这个也是国产手机首次搭载9.4倍长的一个光学长焦镜头啊。其实在此之前呢，三星 S3 Ultra 应该是搭载的是10倍的光学镜头，但是它到24 Ultra 它就干掉了。这是因为呢，这种长焦镜头受限于手机的体积，你很难做到取舍。所以3000S4 之后呢，它就把那个10倍的光边给去掉了，也是成为一大遗憾。但是我们在华为 Pulo 80上终于看到了一颗9.4倍的光学长焦镜头啊，它的这个实现原理呢，叫做一镜双目的这么一个原理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手机影像的一个巨大的创新啊。我们注意看这个动画，它之所以能够实现一目双镜，是因为里面这种精密的机械结构。我们注意看，你看啊，看。它这个下面有很多齿轮可以带动的这一个算是一个遮光的一个东西，比如说它从这边来到这边就把这颗镜头的光遮住，然后光从这颗镜头下来，看到了吗？光就会从这个镜头下来到下面的棱镜，然后棱镜折射到这边的这个 CMOS 上面。那如果换过来也是一样的，遮光的把这个镜头遮住，然后棱镜到这边来，然后光从这边照过来，棱镜折射到这个 CMOS 上面，这是它棱镜，光下来折射到 CMOS 上，而且它这个 CMOS 它不是，难道 CMOS 这里还有一个棱镜，看到没？这个 CMOS 它不是平着放的，它是折起来放的。到这里，这里又是棱镜，然后折射出来到传感器上面，它相当于光通过了几次折啊。首先这里有2颗镜头，下面有一个遮光的，比如说这个镜头不用，那个遮光的就把这个镜头遮住，然后光线从这里进来，折射过来到这棱镜这里。到 CMOS 上面成像。那如果是用另外一个镜头，就反过来，这块镜头遮住光，然后棱镜折射到这边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创新，因为现在手机的这个潜望长焦跟这个厚度轻薄是没办法兼得的。你如果要做轻薄的话，肯定是做不了长焦的，特别是超长焦。但是华为这次用了一个一镜双目的这么一个设计啊，我觉得它一举两得。首先，它可以让这个长焦镜头用上一颗大底，因为它共用的是一个大底嘛。你像现在行业超长焦的这个底通常都只有2点几分之一或者是3点几分之一，它这个是1.28分之一的这个大底长焦啊，就非常离谱。一会儿给大家拍一张照片给大家感受一下，特别是它的这个10倍、20倍的这个焦段。这次的人像焦段变得非常丰富了，大家看1倍、2倍、3.7倍，还有一个5.6倍，还有一个10倍人像镜头。我第一次见10倍人像镜头，我拍一个给大家感受一下啊！哇塞！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对比啊。我先不说，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是华为 Pulo 80 Ultra， 哪一个是 iPhone 16 Pro， 我会在最后公布答案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在期待10倍光变在手机上重新回来，终于回来了啊！我觉得它应该会成为新一代的这个演唱会神器啊，无需加任何外挂。我们仔细看它的这个摄像头模组这一块，它不是完全跟手机屏幕是这种贴在上面的，手机屏幕这里它做了一个微微的弧度上去，跟它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结合，这样看起来就没那么硬，相当于硬套上去的，它是有这么一个微弧度的一个结合，相当于就有这种流线美吧，看起来。
看到了吗？像这样的话，它就是摄像头模组直接相当于贴在背板上，就看起来有一丢丢割裂感，但是它那种是完全跟背板融合在一起了，做了一个微弧度的这么一个设计，而且它还有华为的这个 RYIB， 所以它的这一道摄像头模组，再给大家总结一下，本来就有一个1.28英寸的这个大底，再加上一镜双目的这么一个设计，就让它这个9.4倍的光变拥有1.28英寸的大底，还加上华为的这个 YIB 像素排列，真的非常恐怖啊！特别是在夜景的时候，因为它的进光量非常大，可以说这颗长焦镜头在硬件参数上来看，应该是整个行业最顶的配置啊。就华为影像在硬件上之前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啊，导致拿不到最顶配的这个硬件，但是现在华为经过2-3年终于缓过来了，直接自己做出了这么一个顶配镜头，因为这颗 CMOS 也是国产的。然后有一说一，这个背板像我这种焊手还是有一点点沾指纹的，虽然说好看，但是有一丢丢沾指纹，带个壳就没影响了。这一次的重点在于影像，所以我先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影像啊。你看啊，我们打开之后。然后这次有一个新的玩法相机啊，它也可以在这个电源键上进行变焦，看到了吗？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变焦还是挺丝滑的，你看我百发百中。那它这种变焦就是还会给到你一定的震动反馈，让你知道哦变成功了，这个还是挺方便的。如果要拍摄的话，我们可以按一下音量键，那这两个结合起来还是很好用的。还有这一次也增加了这种滤镜，看有自然胶片、电影、动漫风格，我们随便选一个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色卡，你也可以自己在这里调啊，不同的风格。然后这一次相机里面它也集成了这个小一视觉，我们打开它就调出小一视觉了。比如说，我们拿个手机给它拍一下，看它能不能识别出来，没有问题啊。华为 Mate 70 Pro 加啊，还不止啊，这一次它还增加了一个叫做 AI 辅助构图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打开手机 AI 构图了，你看到它提醒我将这个手机对准这个拍摄点，它这里有个小白点拍摄点，看到没？把这个圆环对住它这个小白点，它就会提醒你构图。现在对准了，现在它进行 AI 构图，它直接把你变焦到10倍，它希望你这样拍，这个就是 AI 构图，你看，哇！这就是10倍光变的感觉啊！看啊，这上面的字迹都是非常清晰的，我的个天呐！而且这是一个大逆光哦。假如我刚刚我自己拍，我可能就这样拍。大家觉得 AI 构图怎么样？然后整个屏幕呢，它是一个6.8英寸的 1.5K 的这么一个等身4曲屏啊，中间也是一个挖孔的设计。大家感受这个屏幕的边框四边都是等宽的，而且带一点点微曲啊。所以整个视觉效果是非常不错的，然后中框也是带一点点弧度的金属中框，所以整个握持感是非常不错的啊。那这次的主题也有了一些新的玩法，你看啊，我双击一下屏幕，这个东西它就跟你互动了，你点一下它，它会跟你打招呼，你点一下屏幕，它会跑掉，但是它又回来了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好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有哪些配件啊。首先也是送了一个这样的手机壳，那这个手机壳有一点像上一代的 P60 70 Ultra 的这么一个手机壳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么高调，它的整个配色跟整个设计好像低调一点。然后套上去给大家看一下的感觉啊。套上去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说实话，这个摄像头模组还是非常大的，一个充电器，一个 C2C 的线，然后这个充电器真的非常小，放我手上大家感受一下，第一次见100W的充电器这么小啊。不过它只有一个 C 口，取消了那个 A 口啊。还有几个信息跟大家简单补充一下，它也是支持这个双卫星通信以及灵犀通信的，然后用的是第2代的昆仑玻璃，100W的有线充电，80W的无线充电，5700毫时的电池容量，支持华为的星闪钥匙。那中阶 S800我记得也是支持星闪钥匙的，所以中阶 S800的车主应该可以来一台啊，因为这个星闪钥匙相比传统蓝牙钥匙或者 UWB 钥匙，它的体验都要更好啊，它定位精度跟这个识别度以及解锁开锁的这个速度都要比蓝牙快5到6倍，就基本上你开始靠近这个车的时候，它就会打开迎宾灯，再靠近一点的时候，它就会打开门把手。你像蓝牙钥匙，有时候我们站在旁边还要等，真的很尴尬。然后是搭载鸿蒙5.1的这个系统，今天只是一个简单的上手开箱啊，到时候会给大家出一期详细的这个测评体验，特别是它的这个长焦，华为真的又开始重回这个影像巅峰了啊。视频的最后带大家看一看 P6080系列其他的这个配色跟设计啊。那这一款是 Ultra 的流光黑啊，感受一下。这个是 Pro 加的釉黑色，黑色的话一体性就很强一点啊。它的模组跟背板基本是没有这个差异的。这个是 Pro 版本的黑色 ，Pro 跟 Pro 加的这个外形设计其实几乎一模一样，前面也是一模一样的尺寸啊，屏幕都是一样的规格。这个是 Pro 加的釉青色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小清新的感觉。
这个是 Pro 加的釉红色，感受一下。我个人觉得这里面釉红色是我比较喜欢的，比较高级。然后另外的釉青色跟釉白色都相对来说年轻化一点，小清新一点。这个是 Pro 的釉金色，带一点粉粉的感觉，我觉得挺适合女孩子的。那这个模组的颜色跟背板也是有一点点差异的，这样看起来整个模组会比较突出。这个也是 Pro 版本的釉白色，釉白色它的镜面反光效果没有其他几款明显，仔细看它也是有一点点差异的，就是模组的白跟背板的白，就背板的白有一点点这种镜面的感觉，但模组的白是不带镜面的。